视讯和电影啊，你要闻周明磊的，闻谁你都闻不着，不给闻。闻谁都不给你闻了。可以擀面。电影里的你看了比较瘦，现实当中我也瘦，就是现实当中我没有镜头上显得那么胖，最近呢是有一点点胖。脸比较圆，我脸还好呢，因为我喜欢圆脸，我喜欢圆脸小狒狒，就是喜欢那种就是幼态的那种，就是看着特别年纪特别小的那种。放门口吧。你好。电影里的你也好看一点，会说话你就会说点，不会说话你就闭上你的臭嘴啊！就是咱们就是说，有些人你管说就是，哎呀，你现实当中没朋友，你也太不会说话了。你心里想的你不用说出来，行吗？你要说出来，可能就引起别人的反感，你知道吧？这什么时候好看？你真的你有点缺心眼儿啊！你有点，你不骂你都，对不对？你不骂你都心难受，对吧？你就好比就是前一段时间我看那个，等一会儿把门关。前一段时间我就看那个。我不知道你们刷没刷到那个视频，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刷没刷到那个视频，就是有一个女的和一个老公，然后他俩呢，就是那个女的就说她老公那个大概的主要原因是那个女的和这个她老公出去吃了一碗面，结果呢等了很久，然后商家上来以后，这个女的觉得不好吃，然后呢。他就跟店老板说你这个面不好吃，你们刷到这个视频了吗，孩子们？孩子们，你们刷到这个视频了吗？就是一个女的边哭边说那个就是觉得她老公一气之下就走了，刷到了是不是？就这个事儿，就是你们能说说你们的看法吗？就是如果说你们是这个男的，你们就是你更站这个男的还是更站这个女的？我给没刷到的朋友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个视频内容是什么？就是一个女的在车上哭诉，说她老公在外人面前呢觉得她丢人，原因呢是这个女的在吃面的时候，然后她等了很久，然后这个面她吃了以后。他就跟这个老板说你这个面不好吃，然后这个男的就觉得，哎呀，你怎么这么说话呀？然后就赶紧先走了，然后这个女的就可能追到车上，然后俩人就吵架了。对，就是你们更站谁呢？这个女的可能会想法就是说那个在发生问题的时候你不站我这边，然后那个你觉得我丢人然后这个男的就会觉得说，
那不好吃你就别吃了呗，你非得说出来干嘛呀？而且就是说你下次不来就好了呀，你干嘛说人不好吃呢？对吧？所以你们更站谁呢？就这个事儿，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就是你们现实的，就是我首先说，就是说你们会觉得说这个女的有问题吗？就是她就是会，就是告诉店家说你这个面不好吃，你们觉得有问题吗？没问题。好，觉得没问题，还有其他人吗？有没有觉得有问题的？有问题啊！来，这就是咱们要讨论的那个话题啊，就是有的人觉得没问题，有的人觉得有问题，男的问题是男的问题。来，首先站女的这一块的，咱们请扣1，站男的请扣2，来，女的请扣1，男的请扣2，来。啊，站男的有没有站女的？嗯。这是你的水吗？是我的水。啊？是，那不是我的水，在家里那是谁的水？男的女的都没问题，那谁的问题？店家的问题，店家做的太难吃了。那你们说女的问题的话，你们怎么想？就是有人说是女的那个问题，你觉得为什么呢？来，小大夫，我问你，就是你刷没刷到那个视频？就是一个女的，然后在车上哭着说那个她老公就是不向着她，原因是她去吃面条。然后让他等了很久，然后他觉得不好吃，然后他就跟那个老板说你家面不好吃，然后这个男的就非常的就是生气，就先回车里了。这个女的就追上他以后，然后就哭，就说这个女的就说啊，那我说一下那个他家不好吃怎么了？而且就是说，至于你觉得这么丢人吗？这个男的的观点是说啊，那你觉得不好吃，那你就不去吃了就好了。你觉得是谁的问题？这女的问题。为啥这女的问题？不好吃就不去吃就好了。还有吗？还有。有什么要不？就是你不应，那他的场景是当着，就是当着老板的面说的。然后网友们就说，我作为消费者，我说不好吃怎么了？你的观点呢？我的观点，你不好吃，下次不去就好了。那你为什么不能当着人面去说不好吃呢？那可能人家做的是那个口味呢，那有的人爱吃。那我觉得不好吃，因为你让我等了很久啊。你要吃他在家，那不是你要吃的，那不是你要等的。啊。那不是怪自己吗？怪自己。对啊。哎呀，我媳妇说这个观点啊，就是别人，就是网上没有人说过，啊，网上没有人说过。就所有人觉得男的有问题的，我就想跟你们解释一下男的最主要的就是最主要的他为什么这么做。身为一个男的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理应说是男的脾气暴躁，女的脾气应该是不暴躁的啊，正常是这么这样。但是为什么这个事儿呢，这个男的反而不暴躁呢？首先我就说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你觉得不好吃，有一部分原因是你觉得，
还有一种情况是它真的不好吃。那它真的不好吃的这种情况下呢，那你就不去吃就好了。你要是当着别人面说人家不好吃的话，可能有2种情况。一种呢，就是这个店家好说话，或者说就是就是那个诚心做生意，人脾气好，人说真不好意思，那我给你换一碗，或者说这碗我不要钱了，或者怎么样的，真对不起啊，人家虚心接受，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呢？这个店家脾气不好，或者他那天心情不好，就可能就是两伙人就吵起来了，吵起来就容易怎么样啊？就容易骂这个女的，可能不会直接骂，就说那你就别吃就好了呀，怎么样？那你下次别来了，怎么样的？人家都觉得好吃，你不觉得好吃，那是你的问题。那这样就可能会吵架。吵架呢，这个女的她不知天高地厚，因为你知道很多女孩，包括咱们很多零和那个不出社会的人，都不知道天高地厚。你要知道外边的人不惯着你，而且不是说你法治社会你就能解决这个事儿的。那法治社会人家先给你一巴掌，或者说给你一拳，你老公上还是不上？如果说你自己媳妇儿挨打了，你老公上还是不上？那上就有可能是互殴可能动刀了，动刀可能非死即伤。这个事儿有没有必要呢？孩子们，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你们告诉我。就现在做生意的，能有几个就这么虚心接受了？现在做生意哪个不都是90后吗？都是那个就是那些就是对吧？你还指着做生意的人，然后跟你讲道理，然后怎么样的就是没必要嘛。你觉得不好吃你不去吃，是不是你要打起来，你说这个后果谁来承担？所以我就说有的零真的是也不是说零，就有的人说那个是男的的责任。我告诉你，一个家庭一个集体一定是要有一个人要压事儿，2个人都他妈不压事儿，俩人过日子这直言不讳的过日子，无论说你的单位还是这个社会，谁惯着你就你们在那块说人家不好吃，谁惯着你你不好吃关我屁事现在店家你以为怎么样？我告诉你，为什么有一些店家他服务态度就比较好因为他那个钱不是他自己的钱，他可能是集团的钱，他可能是融资的钱他不是自己的钱。你要是自己的钱，大家都有点底气你爱吃不吃呗，你是不是找茬我让你等这么久是不是这么道理所以有些小朋友你们就记住了，这个社会不要在那块就是挑战别人的底线，因为你也不知道别人的素质高低。对，你要知道这个社会不是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谁呀你？对，他不是这么回事儿那你说你真打起来的话，你说你图什么呀？就一个简单的事儿，你觉得不好吃，你不吃，完事儿了。你要是在那逼一逼，可能事儿就不知道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大家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儿？还有的人还在那说那说怎么了？你说你就有很大的几率也不是说一说肯定会打起来，他不一定会打起来就是咱们就是咱们国家还是比较文明的，但是你冒不起有一些就是人他们的素质低你不能控制别人的思想和行为所以就是这个点告诉大家什么，就是你们看直播也好，包括你们就是买东西也好，不要总给人差评
就你可以给差评，但是这个事儿你有没有必要这个差评？你就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也会给别人差评，我之前我买东西我会给别人差评，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快递他那个就是包装给我损坏了，我就给他个差评。给差评的结果你知道是什么吗？无穷无尽的电话，它不是威胁，它一点都不是威胁，它就是什么？它就是说，哎哥哥，你那个差评能不能帮我改了呀？咱们那个就是返多少钱，什么什么红包怎么样的？你知道咱也不在乎这个红包，然后但是他频繁的给你打电话。因为你知道，就是我平时我还是做生意的，我这电话就特别多，商务电话特别多。你要是频繁的打，我很容易就错过别的电话，而且我白天我在睡觉的，你知道吗？这个事儿没多大事儿。有的人说，那给你打电话就打呗，那你损失什么了？怎么样？他损失了我正常的作息因为我的作息本来就跟别人不一样。你说我何必给他一个差评，然后天天打电话骚扰我？而且这种你还不能骂他，因为人家也是就是工作，人就是员工，就是说，哎，那个不能有差评让求这个大哥改一下，人家也是态度特别好。但是真的影响到我自己的作息了，能懂吧？就是你说你有没有这个必要？你下次不买就好了。搞得我那天我就没睡好，完了就是天天就是。因为我这人最怕的就是来电话，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就是我一听电话铃一响，我心突突的，就是我得就是很怕电话，因为正常找我就是与那个微信嘛，突然来个电话的那种就觉得很慌张，很慌张，我觉得来电话我会很慌张，然后我白天还在睡觉。对，手擀面条是的，对，这何必呢？就这个事儿，咱们就说到底，就是没这个必要。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做什么事儿之前先过脑子，这个其实是为自己考虑，不是说宽容别人，是真的给自己避免了很多的烦恼，你知道吗？这回能明白不？所以就是不要总看那个网上的什么要做正直的人，没有人不让你做正直的人，但是你要思考这个事儿你有没有必要去做。这些东西都是学校教不了你们的东西，学校教的都是什么？老头过马路你要不要扶你要不要扶有一个老头要过马路，你要不要扶？老师书本上肯定会教你说这是中华传统美德肯定说让你扶嘛。但是你的父母包括你的家人就告诉你说，哎呀，就是可得注意一点，因为现在大家都没钱呐，这帮老头老太太都靠这个，就可能一时歪心思靠这个发家致富，真是这样。你们别觉得这个太不常见了，就怎么样？其实这个特别常见，现在老头老太太都知道就是能讹点钱，所以大家都在讹，就是都有这个偏激的想法。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就是看情况，也不是说不让你扶你父母肯定会告诉你说，哎，有危险的时候叫自保。所以话说回来，就是有的就是说，在我直播间里说什么你今天不好看怎么样的你也好看，你长得跟鬼似的，你去演《西游记》你都不用化妆，你凭什么指点别人啊？不好看你别看呗，我让你看了。长得跟那南极仙翁似的，你说我对不对？咱们就是你说我一句，我能说你100句，我让你心里不顺，
你现实当中你一个人没有人爱你，没有人在意你，所以你长什么样无所谓，对吧？你上这来挑剔别人，你说你犯得上犯不上？孩子们，你说犯不上犯不上？你就心直嘴快，你说哎，我说这个主播长得丑，完了他居然骂我这么多句，对不对？你说你图什么？我能怼到你就是怀疑人生，是不是这么道理？你嘴不要贱哪怕这个主播长得真难看你不看就完事儿了，把嘴闭严喽要不然容易灌屎，一大把一大把喂你南极星寿命长，王八寿命长，你跟王八比去吧，哥哥，而且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个现象我跟大家说个现象，你知道就是现在最近有特别多的人在一个事儿上就是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什么事儿呢？我觉得大家肯定刷到过。就是在高铁上，小孩在那块吵闹现在就是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刷到这个视频。就是高铁上有的小孩在那个高铁车上吵闹，然后就是经常会刷到视频，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有正义人士，然后就是那个跟那个小孩的这个父母就吵起来了，然后大家肯定是会站那个就是正义人士，就觉得小孩真的挺烦的这已经形成一个风气了，你知道吧？就大家都会觉得说小孩有问题，这不是小孩没问题，家长有问题，然后就我很怕它形成一种鼓励的形式，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大家会觉得说这个事儿就是小孩家长的错以后遇到这种事儿，我也毫不犹豫的站出来，我也就是说就是指出别人的问题。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就是中国的大部分家庭都有孩子中国的大部分家庭都有孩子你们听我说都有孩子的情况下，很容易就是有熊孩子，而且熊孩子的几率其实是很高的几率。所以说这种熊孩子比较多，我不是说我觉得熊孩子这个状态是对的，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什么？遇到熊孩子的时候，你就应该躲着点。现在不都有那个降噪耳机吗？我之前我就买了一个耳机，它是降噪的苹果的可能降噪的效果我不知道，但是我买的是那个耳罩，就是它降噪效果特别好。我那个也有小孩，而且那小孩吧在我后面踢我凳子，给我气的。但是我没吱声，我为啥没吱声呢？因为他们是一家出行，那个老公得有2米就是长得得有2米高，200多斤。你说我吱啥声你知道吗？我吱什么声我就我忍一会儿吧，结果还好，一站就下去了对，一站就下去了。你说我要在那块吱声的话，你说打还是不打人家一个脖搂都能把我扔出去，你说你打还是不打？而且有的人你就说实在的，就是说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他带一个单身妈妈就是带一个妈妈出来我可以惹孩子。你们都不知道，有的家庭吧，他们买票都是分开买的，这边有事儿，那边直接打个电话，他爸爸他跟那个车厢你说你图什么？孩子们，就是说这个事儿你忍一忍过去了，你要不忍，这个事儿可能就不受控制了。而且咱们换一句话说，我觉得孩子肯定是不对的家长去维护孩子是错的吗？
你们想一想，如果说你妈妈做了一些错事儿，然后你不去维护你妈妈吗？就是如果说你妈妈，就比如说你家人，不是说你妈妈，就是你家人犯了错误，所有人都在指责你家人的错误的时候，你不去维护你家人吗？我肯定会维护。我肯定会维护。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孩子就是父母去维护孩子没有错，就是这个事儿吧，你讲不清道理，只能说这个事儿吧，大家都有，就是都有这么个情况啊。遇到这种人，咱们躲着点就行。你跟他较真儿，啥时候是个头啊？那得分情况，错的话，不管是谁都不维护。那你有点铁面无私，你包青天呢你大义灭亲，你正气凛然，正气凛然，妖气不清那你是挺牛逼的，我做不到啊。就是我会觉得说，任何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过错那在发生过错的时候，他是我亲近的人，我一定会当下去，比如说他被打了，我一定会维系我一定会去维系的。你不，你 ，OK， 他有错可以，你报警好了，你不要自己化作正义的化身，然后来指责我身边的人，我不接受。甚至你在欺负他，或者说你有点过分的情况下，我一定会出面的，能明白吗？错就是错了。所以就是你说，就是那个什么湘西烟雨，一看你就是特别年轻。你没有经历过人之间的事儿，就是你是特别年轻的一个人，就你会觉得什么对错呀之类的只能说你太天真太单纯了，很多事儿不是你想的呀，不是非黑即白呀。谁去评判这个对错呀？你评判的呀，还是谁能评判这个对错？你告诉我。你还来个大义凛然？你是法官吗？当下发生的时候，谁的对错呀？对不对？就是有一些孩子，就是说的话，我就大概知道你的年龄，或者说你的心理年龄，你的社会年龄是多大。哪有对错呀？那么爱占对错，你以为你做选择题呢？你以为你自己在考试啊？什么？比如说你家里买保健品还继续纵容吗？你要是有钱，你可以纵容吗？说白了就是说，你看你怎么去，就是解决这个事儿嘛。那他就是上当受骗了，你要是告诉他的话，你能解决什么？买保健品维护不维护？那你想咋处理啊？你想咋处理？乱吃就是他的命。如果说你家里人乱吃，那就是他的命，你不要管他，让他该干嘛干嘛去。因为你已经说过了早解脱早好。对，好狠的心，他在这块找茬呢，我只能说这个歪理了。那还举个这么偏的一个东西，我再给你举例说明，你不要想找一些人世间的漏洞，对吧？你这个就有点，对吧？
这不是辩论赛，孩子，嗯。这面条没谁。没有对错，哪来争吵？你这样说都没有争吵，哪来争吵？那个湘西烟雨啊，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进直播间的，你知不知道我在聊什么？就是有些孩子吧，经常会半路来我直播间，然后可能就听东西吧没听全，不知道我在聊什么。啊，像这种孩子呢，就是咱们就说，你要不你报一个什么什么辩论班，你去专门找茬去，啊，要不然你今天晚上吃鱼，因为你挺会挑刺儿的，啊，你这种孩子，你专门找个机构，我在阐述一个道理，啊，你要是想跟我辩论的话，你听完整喽，你不要上来你就叭叭。啊，你有啥叭叭的呀？你听不懂人话，你都有点啊。你这好比就是说，你看了一个视频，你都不知道前因后果，然后你就说你都没有看，因为有很多的视频它都是片段，你看了片段，然后就说人家好与不好，你叭叭啥呀你？啊，你很容易就是陷入自己的那个漩涡里边，没啥用，嘴唇起皮了。我也不知道你的眼睛怎么这么好用，我没有起皮呀、对吧？你晚上你吃鱼，因为我看你挺能挑刺儿的。我想告诉大家什么？就是说，哎，咱们就是遇到一些不平事儿的时候，没有必要像网上宣传那种刚正不阿啊，一定要站出来说话啊，没必要。因为你在现实当中，你不知道另外一个人是什么情况，他很有可能是个暴躁狂、极端分子，他可能会干你。说话那好玩呢。有的人，行，回头套子换一个。有的人可能不觉得我们这是好玩，有的人觉得我们这是凶。其实我们这算是一种调侃啊，不算是凶。因为南方人可能就觉得我们很凶。有的人说啊，你聊聊天怎么生气了？没有，就我们性格呀就是这样，就我们就是这样，经常有人说，哎，你图图怎么又生气了？完全不了解。做个肉臊子，臊子就是咱们东北话叫卤子。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嚯！
青椒肉末露。对象怎么还没回家？在里边躺着呢，早就回来了。代买服务，代买服务，什么代买服务？你说服装是不是啊？准备开新店了吗？有在筹备，但是不确定，就是我们有在商议。但现在还不确定，因为就是现在生意也不好做，所以我们想谨慎一点。食用淀粉。我的想法跟图图一样，但是希望世界正义的人多一些肯定这个世界是需要正义的我为什么会跟大家这么说呢？因为我其实算是以朋友的角度会希望你们这么，但如果说我以一个社会的角度，我也希望你们冲出去但是作为你的身边的家人或者朋友，不希望你冒这个险。放点盐，我给大家辟个谣就是味素就是味精可以吃就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已经知道这个是一个谣言了味素是可以吃的，就普及一下，这个味素是可以吃的。为什么说也曾经有人说味素吃不了呢？因为曾经有一帮人要搞味素，味精味精，你们叫味精，把味精搞垮了，它销量上来了。我这么说，应该你们也知道是谁了。对，是这样的。小胖子吃饭。不够我再赶了也快，赶多了。没炸辣椒，你要吃吗？这玩意儿也快。不用，我可以这样。骨子可能有点少。有筷子吗？有啊。你刚刚手上那双。
不去想。以前说吃味精掉头发，哎呀，这样说也没问题，但是科学证明就是你必须得吃很多很多才会掉，就是它得达到一个，可能你要吃个一顿饭要吃10袋儿啊，10袋儿可能都不会，这个量是非常大的，搁点油。汤，尝一尝，我第一次手擀面。少放卤的咸。我操！我妈煮的一个味儿。挺好吃。味都就是面软了。刚好，正好看。这手擀面很有劲道。比买的那个我觉得要好吃。啊？比买的那个要好吃，因为它吃起来有点弹牙。弹牙是怎么弹的？就是它很 Q， 它不像你买的，就不像买的那个面，买的那个面就没有这种口感。买的面它毕竟是机器压的嘛，它机器压的它就是没有那个人为的那种感觉。就它就是这个很有韧劲。机器压的它就冰冷的，它没有温度。为什么日本的日料卖那么贵？就它那个寿司啊，因为它是有那个老师傅在那块儿捏，他就带着老师傅的手汗和手温。真的，你以为开玩笑呢？再擀点。可快了。明天就把鸡肉和那个猪排骨吃放好久了，那个牛肉啊，牛肉你想吃凉拌牛肉还是卤牛肉还是炖土豆？牛肉也能炖土豆，没吃过。因为我们这边做法，牛肉没有炖过土豆的。所以你们真的是对很多事情一无所知。吃法不同嘛，可以试一下炖土豆。牛肉炖土豆是最常见的吧？没有，我们一般是炒芹菜。你吃啊，你吃完了这个自己吃，把那个吃了，要不然那个泡囊了。这面表皮有点干了，还不知道煮完啥样。那个卤子我也得从打，把它吃了就行，卤子也快。行。
这个面可能比之前还筋道。这个已经很好吃了。面团的面呢要硬一些才好吃。啊，你刚不切了吗？其实我觉得表皮有点干。过两天我想尝尝做馅饼。我以为你要做寿司呢。寿司。你不买那个寿司那个紫菜卷。没买错。我买紫菜蛋花的那个紫菜。这个应该也可以吧。紫菜卷。你想吃包子还是想吃馅饼？馅饼。韭菜虾仁的行不行？行。你能吃得惯吗？可以。我可以吃韭菜。那就是韭菜盒子。那还有什么馅？你一般那边吃什么馅？我们肯定吃酸菜呀。那酸菜我最近也有点吃肉。还有白菜猪肉。这也行。白菜粉丝就是猪肉粉丝。这个也行。我们食堂就有那种，他们包包子就爱包那种粉丝馅的。粉丝馅是典型的山东味。那些包子粉丝馅的那个还挺好吃。装可怜呢，一天他们不吃，完了人吃饭他在那舔孩子。你也吃饭。吃。你也吃。吃。吃那牛排吃的我拉肚子。我也吃。啊？昨晚我半夜拉肚子，我起来2、3次。我早上不是6点钟我就起来了吗？我就是拉肚子。你也拉肚子？对呀。你今天吃了？是啊。但是肉没问题啊。那个肉我就怕肉坏嘛，所以再三确认。我还真想说你，想说你今天吃了没？哎，你也去吃，我忘了。昨晚起来起夜2、3次。我这2天睡觉可死了，完全不好，而且是12点准睡。这2天2点睡你就睡着了。我就发现就是，在你旁边，我发现你就会睡得很死，都会睡得很死。拉倒。不然呢？你这意思，那前一段时间，那我是
咋回事啊？那我是在神水平，我不睡呀。你也睡，但你不睡的没那么踏实。这个是什么时候的？这个鸡？昨天，我不是要为了吃那个那啥吗？吃那个牛肉。完了，结果牛肉吃完了，这个剩。还有一点那个卤的呀。也不用那么煮那么多。看多少卤？那这么多呢？那你还吃不吃了？等你再吃一点。吃这个卤，吃这个肥不肥呀？不肥，吃不太套肥肉的感觉。关注了好多做饭主播。你还要做美食博主了吗？我不做博主，但是我现在不是没啥吃的吗？外卖咱们都吃遍了呀。行，那你做饭，我就洗碗。你整好吃的，我就给你整厨房。给我一双筷子。
他们都说我不开酒吧，改做家庭主妇了。那不挺好？你能挣多少钱回来呀？我给你做家庭主妇。多幸福啊！离职8月份的手续做完就交完了，就可以回来了。燕呢？啊？燕呢？啊？啥？还是你先煮吧，等会儿再给你。这个我给你端，因为水热我给你端过去。今天本来约小麦吃饭的，啊，那怎么没去？谁知道他几点起啊？他下午还没睡。哎呀，一天你都不用睡觉。傻想。水平呢？你们昨晚不是才吃过吗？昨晚没吃上，昨晚他也是睡觉没吃上，要不然我能那么快回来。啊，那你昨晚跟谁吃？刀姐哦，吃了个烧烤就回来。咱还喝了一瓶啤酒，喝了一瓶啤酒，完了回来找的代驾，花了80块钱。那还不如不喝。
太热了，在外边室外吃的。喝饮料吗？啊？喝饮料吗？明天酒吧最后一天，估计我们还得吃饭。他们还挺舍不得。他们没地方喝酒了呀。去别的酒吧喝，环境没有你这儿好。11楼不也行吗11楼环境没有你这好看。而且11楼它都是那种，就是没有那种玻璃窗。我不开这个酒吧，估计跟他们的来往就会少太多。没事，我车都在这陪你。8月份手续交完，就差不多就可以不用去了。什么叫差不多可以？就是他要走1个月的流程，他要招人，因为我们的岗位是1人1梯的。你不7月份就提交了吗？是提交了，但是他819是816是院庆嘛，你最后的工作做完，不然他没有办法去找人做。现在就在找面试。你没开空调吗？这开了。你能感觉到吗？没关呀。这个空调都坏了。没有，它自动关了。为什么？不知道，你没动。这是更劲道。有面硬吗？就有点硬。这有辣椒油。你要不要拌点肉？好吃。我吃面条非常快。也不嚼顺吗？习惯了，从小就这样。一个是饺子，一个是面。饺子你也不嚼了。吃得快。那你这样子很容易一下肚子就吃撑。
他们南方人那边吃饭就是，吃饭就要细嚼慢咽，慢慢吃。细嚼慢咽，那属于没人跟你抢。那我们3个孩子一起长大的。有，那个时候我小时候是跟我的表弟，4个孩子，我弟有2个表弟，我们是住在一起的，我们是住这种居民楼，就是我表弟他们去，比如说我们去吃肯德基啊什么的，他也吃的非常快，然后呢我就吃的就很无所谓，就慢慢吃，但他们3个小孩子就会抢。会抢。你多吃点，我都刚吃过。想跟你们我觉得我胖也是因为自己做饭的缘故，就吃的稍微顺口一点。自己做饭好吃，你做饭真好吃。我已经5、6天没健身了。健完健吗？看约不约，他们约不约吧？你明天就得吃，你今晚都吃饱了。你不觉得油有点多吗？就不放汤，你可能倒的油有点多，没倒油。你们广东人应该不吃这么油吧？我们不爱吃太油了。你都把油到面里了，你没倒。给他半口粮吃。老香了，拌这个，你看你吃。你还找着吃。这还有几个？你昨天赶了，把这个窗户整这么大，没整啊。窗帘怎么拉这么狠？
没有啊。我今天早上起来，我在想这窗帘怎么开这么大？那又不是我拉的呀。但是我没动过窗帘，他前天就这样。记得，要么就反正我昨晚记得。土豆的头是被割草机割掉了吗？去奶逼的！他怎么帮土豆做饭？他不会做，而且我不刷碗，他刷碗。围裙你不脱？是有点冲。他哪会做呀？他做的他们客家菜没法吃。他吃了5、6碗吧，吃了5、6碗有点，哎呀，受不了。撑的有点难受，吃急了。借钱？借什么钱？借钱？小爱同学，打开空调。好的，开了，刚才没制冷模式。瘦了。瘦了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开美颜了。开美颜了，我承认我开美颜了。要不大脸撸子的呢？你好，胖虎逼逼，你起的啥名啊？我和你呀，存在一种危险关系，彼此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本以为这完整了爱的定义，那就乖乖的守护着你。
生来变成怀集在意的烂游戏，病的是药，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句上。清唱吗？听着点啊，如果有伴奏了跟我说一下啊。刚才一直没有伴奏是吧？一二，来，大家听一下啊，有没有伴奏啊？有了是吧？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我朦胧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的清晨。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灰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远光中走来，你一声晴朗，身旁那么多人，可
不想。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灰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向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远光中走来你一声晴朗，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笑声中拂过几帧旧模样，留在梦田里，永远不散场。暖光中醒来，好多话要讲。世界那么多人，可是他不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多人，活在我飞扬的青春，在泪水里浸湿过的长吻，常让我想啊想出神。好，下一首歌。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爱你，你轻声说，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17岁仲夏，你问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慨，总想起当天的星光。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总能那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似的深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紧紧追悔感伤？如
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永远不会再重来。有一个男孩爱着那个女孩，好，下一首。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听说疯魔喜欢爱丽丝，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听说彼得潘总长不大，杰克他又说尽了魔法。听说森林里有糖果屋，灰姑娘丢了心爱的玻璃鞋，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白雪是因为螳螂抱住了城堡，熊红帽子自己变成狼的大红包，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沾染魔法的乖张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听说睡美人被埋葬，小人鱼在眺望金殿堂。听说阿波罗变成金乌，草原有奔跑的剑齿虎。听说彼得曹总说着谎，侏儒怪又拥抱是满香。
听说悬崖有棵长生树，红鞋子不知疲倦地在跳舞，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水门人逃避了生活的煎熬，小人鱼把阳光抹成眼影，投入怕我的怀抱，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记载的河，沾染魔法的乖张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所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里轮换的河，分隔了理想，分隔现实，又在前方的山口汇合，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所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又陌生这一刻忽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想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骗了自己骗了你，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我知道被疼是一种运气，但我无法完全交出自己，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线，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仿佛还是昨天，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
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那一段我们曾心贴着心，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可能你已走进别人风景，多希望也有星光的投影。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线。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仿佛还是昨天，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温暖我胸口。宝贝，我听见。为什么不唱自己的歌？因为我唱够了，自己的歌唱够了。承诺我一手足够，怎么把时间偷走？回忆它在我左右，计算着情愁。缘分还没到尽头，只要你转身就走，我们让爱慢慢成熟，直到天长地久。你松开我的手，心一直在颤抖，说着分手的理由，我全都不能接受，退后。为你放弃了我所有，只想你能回头，就当一切重新来过。你的吻还在我左右，刺痛伤口，我已无力解开忧愁。为你放弃了我所有，只愿你能逗留。爱情虽然不能强求，就让我承受，许下那赌咒，我愿做你爱的死囚。
缘分还没到尽头，只要你继续牵手，我们让爱慢慢成熟，直到天长地久。你松开我的手，心一直在颤抖，说着分手的理由，我全都不能接受。退后，为你放弃了我所有，只想你能得懂，就当一切重新来过。你的吻还在我左右，刺痛伤口，我已无力解开忧愁。为你放弃了我所有，只愿你能逗留。爱情虽然不能强求，就让我承受，许下那赌咒，我愿做你爱的死囚。为你放弃了我所有，只想你能回头，就当一切重新来过。你的吻还在我左右，刺痛伤口，我已无力解开忧愁。为你放弃了我所有，只想你能逗留。爱情虽然不能强求，就让我承受，许下那赌咒，我愿做你爱的死囚。想说的多到记不得，心就揉成了团，被谁偷走。孤单眺望云海的时候，你我某个巷子碰头，背着小小的重重的梦，居住回忆天侧往时间丑陋，化作飞奔穿梭闹市的风。你少了，我少了。你说翻越那座天空，会有谁在等着我？梦是会开花的云朵，每当阳光穿过滚落，像是你的小酒窝，在阳光的最深处暖暖照着我，成就了我的那首歌，更成就了你的一样生动。打伞趟过大雨的时候，许过愿早晚有晴空，背着帆山越岭那个梦，拽住命运衣袖，在路口等我，照看紧我的人，一笑的笑
你说翻越那座天空，会有谁在等着我？梦是会开花的云朵，每当阳光穿透滚落，像是你的小酒窝，在阳光的最深处暖暖照着我。你说翻越那些寂寞，就会开到那花朵，一朵一朵天蓝粉红。幸好跟你走过了，走到这不同的时空，未来落在了眼中，我抬起了头。衣服是不是穿反了？衣服是不是穿反了？衣服不可能穿反啊，因为它是镜像，所以你看着不对劲儿啊。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又没有爱过一场不是七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留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有等别人兑现。不怪那吻痕还没积了成茧，拥抱着冬眠也没能羽化再成仙，不怪这一段情没空反复再排练，是岁月宽容恩赐反悔的世界。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匆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要不然凭何怀念？匆匆那年，我们见过太少世面，只爱当那一张脸。那么莫名其妙，那人好有欢喜，闹起来又太讨厌。相爱那年，活该匆匆，因为我们不懂顽固的诺言，只是分手的前言。不怪那天太冷，泪滴水成冰，春风也一样美，吹进凝固的照片。不怪每一个人没能完整爱一遍，是岁月善意落下残缺的悬念。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匆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
就像那年匆匆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要不然凭何怀念？谁能够将天上点亮，电源关掉？它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的太少。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有种不真实味道。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到对方心里瞧一瞧，体会彼此什么才最需要，别再寂寞的拥抱。谁能够将电台情歌关掉？它将你我心事唱得太敏感。当两颗心放在感情天平上，想了太多又做了太少。你和我仰望星空，走到了爱情的边疆，有种不确定预感。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到对方心里瞧一瞧，体会彼此什么才最需要，别再寂寞的拥抱。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到对方心底瞧一瞧，体会彼此什么才最需要，别再寂寞的拥抱。
初见如见，谁？不对。初见若缱绻，誓言风吹云舒卷，下一间，问今夕有何年？心有心但愿，执念轮回过经年。弹指间，芳花开落多少遍？这一世牵绊纠结，触动了心弦。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留一片桃花纪念，了却浮生缘。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一寸土，一念梦，一花一树一滩土。情始终，爱偏开在迷途。望前路，望旧物，望心望你望最初。花瓣般留在爱你的路。这一世牵绊纠结，触动了心弦。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留一片桃花纪念，了却浮生缘。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一寸土，一念梦，一花一树一滩土。情始终，爱偏开在迷途。望前路，望旧物，望心望你望最初。花瓣般留在爱你的路。前程夙愿，来时路，一念桃花因果度。那一年，几却时光在重复。听雨疏，望天湖，人间寥寥情难诉。回忆斑斑留在爱你的路。风扬起时繁华落尽，谁知必为你会丹青。月下独饮泪湿情意，流水不负一世深情。只身回望太匆匆，此生多少情与愁，只愿与你长相守。无边丝雨细如愁，朝来寒雨几回眸，只愿你在那停留。
天若有情亦无情，爱到最后要分离。你轮回的印记落在我眉宇，直到有一天不能呼吸。落下独饮泪是情意，流水不负已是情意。只身回望太匆匆，此生多少情与愁，只愿与你长相守。无边丝雨细如愁，朝来寒雨几回眸，你在哪一方停留？天若有情亦无情，爱到最后要分离。你轮回的印记落在我眉宇，直到有一天不能呼吸。天若有情亦无情，万丈红尘我等你。有你的牵挂染尽我白发，咫尺天涯你始终为离。天若有情亦无情，爱到最后要分离。你轮回的印记落在我眉宇，直到有一天不能呼吸。天若有情亦无情，万丈红尘我等你。有你的牵挂染尽我白发，咫尺天涯你是为远离。也许我一直害怕有他，这个调儿不行。
啊，我不是在赵州长大的，我只是户口在那儿，但我不是在那边长大。不确定就别亲吻，感情很容易毁掉一个人。一个人若不够狠，爱淡了不离不弃多残忍。你留下来的垃圾，我一点一点总会丢完的。我甚至真心真意的祝福，永恒在你的身上先发生，你还是要幸福。你千万不要再招惹别人哭，所有错误从我这里落幕，别跟着我铭心刻骨，你还是要幸福，我才能确定我还得很清楚，确定自己再也不会占据你的篇幅。明天开始，这一切都结束。还我钥匙的备份，我觉得再见可以很单纯，我甚至真心真意的祝福，永恒在你的身上先发生，你还是要幸福。你千万不要再招惹别人哭，所有错误从我这里落幕，别跟着我铭心刻骨，你还是要幸福，我才能确定我还得很清楚，确定自己再也不会占据你的篇幅。明天开始，这一切都结束。你还是要幸福，你千万不要再招惹别人哭，所有错误从我这里落幕，别跟着我铭心刻骨。你如果很幸福，半夜的简讯我就无需回复，因为你的悲喜已经有了容身之处，我也能有最纯粹的孤独。
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红尘中的情缘，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而焦灼，像是人世间的错，或前世流传的因果，众生的所有也不惜换取刹那阴阳的交流，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有，分易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本应属于你的心，它依然护进我胸口，为只为那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有，分易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于是不愿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只见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有，分易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于是不愿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至今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滚滚红尘里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来去难聚，数十载的人世有，分易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于是不愿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至今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没唱过，只听过。这首歌最近挺火的。
总爱编织谎言，我负责配合表演，左右改变，只为了进入你的世界。这情节重复了100遍，才发现什么叫情太远。你花田湖河罕见，我不能轻易犯规，所有时间都是为了你的拥有先权，不自觉爱到不敢再冒险，成为你的傀儡，1年2年才看见我有多狼狈，爱到妥协，到头来还是无解，抱着你不让你飞，历史不断重演，我好累，爱到妥协，也无法将故事再重写，你下最后通牒，我躲在我的世界。不太会。你花田楚河罕见，我不能轻易犯规，所有时间都是给你的，你有先权，不自觉爱到不敢冒险，成为你的傀儡，1年2年才看见我有多狼狈，爱到妥协，到头来还是无解，绑着你不让你飞，历史不断重演，我好累，爱到妥协，也无法将故事再重写，你下最后通牒，我躲在我的世界。啊，副歌我会，主歌不会。爱到妥协，到头来还是无解，绑着你不让你飞，历史不断重演，我好累，爱到妥协，也无法将故事再重写，你下最后通牒，我躲在我的世界。那这个歌，就你们知道那个美团不是美团上，就唱吧上，它那个音调它都是有一个横线的，就有的时候你在就不熟的歌，你在找那个这个横线，你唱不唱满？肚子好疼，我想拉屎，不好意思，我歇一会儿，我憋一憋，我想拉屎，肚子好疼。想直播看拉屎。其实我知道我的粉丝啊，多多少少都是会有一点点怪癖的，没想到啊，这种怪癖也有。我要下播了，我要拉个屎去。就这样吧，今天咱们播到这儿了。
下一部网剧有情况了吗？静待佳音吧，反正我们最近有新动作，是有新动作的。接下来我们会合作的一个人，你们都认识，政委啊，你们都知道政委吗？啊，可能我们马上会有新动作啊。对，就是那个人。行了，我不播了，我要拉屎去了。我拉屎你不拉你妈！拉屎我下播了。